各位观众老爷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您亲自点赞赞助播出的节目《亚当球鞋》，欢迎大家。这2024年才过了没多少日子，网上就有不少博主在说，2024年的年度前10榜单已经有一个位置被一双鞋预定了，就是这双来自李宁的团队旗舰鞋款预帅 Ultra。有一说一，在质感以及配置方面，它确实就是现在李宁旗下最顶级的。现在李宁在主推的一些科技，在这一双鞋身上都有。全掌的 GCU 橡胶大底，中底的碳合金。虽然鞋面并没有使用笨丝，但是鞋面的质感真的非常棒，绝对对得起旗舰这2个字。在重量方面，预帅 Ultra 应该是预帅这一个系列里面最轻的一个鞋款，单支42码的重量仅为364克，加上它出色的重量配比以及不错的后跟锁定，在实战的过程中，体感重量十分轻质，完全不会成为我们在球场上的负担。在脚型适配方面，它的鞋楦宽度正常，适用于大部分的脚型。不过宽脚的兄弟可能还是需要去试穿一下，再决定是否购买。至于尺码的选择，我平时耐克穿42.5，李宁穿42，这一双鞋我选择的42码还是比较合适的，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。在选择了正确的尺码之后，它可以提供给我们非常出色的包裹体验。我正常略微偏窄的脚型穿这一双鞋，在系紧鞋带之后，不会觉得双脚在鞋内有什么明显的多余空间，鞋面与双脚的贴合度还是比较高的，而且整体的包裹舒适度也十分出色。除了初上脚的时候后跟处会有一点点顶之外，其他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不适感。总的来说，静态包裹确实十分不错，而且它的整体动态锁定做的也完全没有问题。在变向或者侧向蹬地的时候，脚在鞋内不会出现位移，在急停急起的时候也完全不会有掉跟或者是顶脚趾的情况出现，大家可以放心。而它的鞋面在强度方面也有着十分出色的表现，虽然它的鞋面密度偏低，硬度也不高，但是它的延展性非常小，这让它在拥有了出色的鞋面舒适度以及透气性的同时，还能拥有比较优秀的鞋面支撑。而且它的大底橡胶在侧面上翻的幅度做得非常大，在球鞋的外侧形成了一道侧墙，进一步提升了球鞋的侧向支撑，不管做什么动作，鞋面都可以很好的兜住我们的双脚。中底的大面积碳板以及中足部位的 TPU 支撑片也很好的保证了中底的支撑抗扭，在做一些对抗蹬地动作的时候，鞋身的姿态也能保持得非常不错，不会出现夸张的形变，用来进行高强度的比赛也绝对没有问题。当然，作为一双团队旗舰，这些东西都是理所应当的，甚至这些东西是每一双篮球鞋都应该具备的。而一双旗舰鞋款，甚至被一些博主称为会是今年年度产品的这么一双篮球鞋，光有这些远远不够。那这个时候就该它这个碳苯一体的中底出场了。在说中底表现之前，我还是那一句话，大家千万不要被那些品牌方的话术给洗脑了。什么碳苯一体有多厉害， GCU 大底有多防滑，这些都是品牌方想让你知道的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，只有自身的感觉，不会骗人。预帅 Ultra 上脚之后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它的龙骨落差较小，体感上会有一定前高后低的感觉，而且因为它使用了8字形的碳板，穿上脚之后前后掌的缓震材料在体感上的硬度差距也着实不小，前掌硬后掌软，中底的过渡并不自然。如果你习惯使用全掌跑动，这一双鞋在跑动时的感受真的算不上出色，而在使用前掌跑动的时候，跑动的感受确实会好一些，但是你想要在这一双鞋身上得到出色的推进感，它也并不具备。跟之前的巴特勒2代一样，这一双鞋的碳板硬度依旧不算高，驾驭门槛也同样不高。确实它可以提供给我们出色的中底刚性，但是并不能提供给我们明显的弹射感或者说是推进感，而且前掌的笨，脚感也偏硬，没有一点点软或者是弹的感觉。在突破或者是跑动的过程中，我甚至会怀疑它前掌真的有笨吗？确实，它能够提供给我们出色的反应性表现，前掌也足够贴地，场地感非常棒，突破时脚底下的感觉非常直接，不会有一丝的泄力感。但是这跟其他一些前掌比较薄、比较硬的篮球鞋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它碳苯一体的优势又在哪里呢？我花1000多买的这一双篮球鞋带给我的体验，其他500、600甚至是300、400的篮球鞋同样也能提供给我，那我为什么要购买这一双鞋呢？对吧？确实，它
还有着出色的反应性、场地感，缓震对于大体重的球员来说也够用。我180斤的体重，在单纯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，震脚的感觉也比较轻微，但是不算出色的滚动感和跑动感受，都是它中底比较明显的问题。而且被别人吹得天花乱坠的这一个碳泵一体，我也完全没有体验出来它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。作为一双团队旗舰，我觉得这真的有些不应该。而它的 GCU 外底在干净的室内场地上确实能够拥有极致的抓地力，不管往哪一个方向移动，它都不会出现多余的滑动。但是它并不像宣传的那样拥有着极为出色的控灰能力，在有灰尘的场地上，它的抓地力我觉得甚至比不上那些搭载传统橡胶大底的篮球鞋，对于灰尘的敏感度非常高，基本上1到2个回合就需要用手去擦拭一下鞋底，对于场地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。确实它的耐磨表现还算不错，但是对于一双价格如此高昂的篮球鞋，用来打外场绝对是极少数人的选择。大家如果真的要购买这一双鞋，或者已经购买了这一双鞋的朋友，还是老老实实的用来打室内的木地板就行了，好吧？在稳定性以及灵活性方面，它的表现都还不错。宽大的大底、较低的重心以及弧形的外底造型，都让它拥有了出色的稳定性以及灵活性表现。虽然预帅 Ultra 是一双高帮的篮球鞋，但是它的鞋帮并不会对于我们的脚踝形成任何的限制，脚踝处的鞋面与我们的脚踝贴合度非常低，这一个鞋帮基本就是一个形同虚设的东西。如果你想要的是一双拥有出色脚踝保护的篮球鞋，那这一双鞋并不会是你想要的。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A 减，这一双鞋的整体实战表现确实还行，但是只能算是还行的这一个级别，没有更高的一个级别了。它没有特别明显的硬伤，但是也同样没有什么任何可以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。如果在预帅15的时候作为预帅15泵推出，它确实能够接上预帅14泵的班，但是这都过去多少年了，它在实战方面跟预帅14泵相比，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提升。确实它比14泵有着更低的重心、更轻的重量，但是14泵有着更好的跑动感受、更好的中底反馈、更为出色的整体包裹。除了重量和重心，在其他各方面它都比不上预帅14泵。如果预帅 Ultra 将来的价格能够到达预帅14泵的这一个价位段，甚至更低一些，那才真的到了值得购买的时候。OK，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，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亚当球鞋找到我，记得要点击关注啊。好了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大家有空来做 ，Peace。